大家好，我是李灿，欢迎收看边走边聊节目啊，好久不见啊！我觉得今天是一个特别适合做边走边聊节目的。首先是天气，其次是心情啊，因为今天早上啊，大家看啊，阴云密布啊，感觉要下雨啊。就是第二点嘛，就是在吃早饭的时候啊，我和我儿子发生了一点冲突啊。我觉得我需要复盘一下，反思一下我自己这个问题啊。很多人说你需要反复的反思吗？啊，其实我不是一个特别会内耗的人，但我觉得这一点已经引起了我一些不舒适的感觉啊。我觉得可能我是在以前的一个状态，就特别容易能内化一些情绪的人。就甚至在情绪的有一点小萌芽的时候，我就会将它迅速的这个掐灭。但这样的话，其实有一个特别大的弊端。这个弊端是什么？就是你其实没法真正的直面问题，没法真正的明白自己的问题究竟出在哪里。然后这样的经验对你而言，它就不是一个有用的经验。你不断的累积经验，但这所有的经验呢，它没法帮你盖成一座很坚固的房子，仿佛这些经验都是沙子，最终这个沙子盖成的房子，可能风一吹，水一下啊，雨一下就没了，就倒塌了，对不对？所以我还是需要去真正的从自己不舒服的这个状态里走出来，但是这个走出来的过程我不希望太快，可以慢一点，让自己多沉浸在这个状态久一点，去分析一下，去看一下。本来那会儿就是在路上，我已经和我儿子就进行了一个复盘，然后我们两个大体上说通了，就是我也说了一下自己的问题，他也说了一下自己的想法，其实没什么特别大的问题，但我心里还不是特别的舒坦。我本来想给我老婆打一个电话的，想和她说一下这个事情啊，因为吃早饭的时候她并不在餐桌上啊，但是后来我掐灭了这个想法。为什么呢？就因为其实我觉得我和她去说，去寻求她的帮助，我就是为了快点从这个地方出来，从这个状态里出来。我希望自己不要太快从这个地方出来，因为太快过快的从一个不舒服的一个状态里出来，这是我一个生活的常态。我觉得在有些方面它是肯定是一个优点啊，因为这样我不会内耗，但是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它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弊端，就是特别是在这个情绪上以及关系的这个处理上，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不得不面对，不得不去思索，不得不去想一想，究竟有哪些解决方法的一个问题吧。那么现在我好好再说一下早上是怎么回事啊，大家给我评评理。有时候真的很奇怪，你说什么评评理，大家给我评评理啊，那就认为理首先在我这一方，对不对？其实我后来一想，他理并不在我这一方。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我这吃早饭的时候，吃的，到后面就是一开始聊聊天，到后面就是让他去读了点东西啊，他自己要读，拿起一本书在那读啊，是一本漫画书了，好玩的，孩子们喜欢的啊，不是说我强制他去读的。他读进去了，然后我发现这个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再读下去他就要迟到了。这个时候冷静的你，理性的你就会怎么说呢？肯定说啊，孩子一会儿马上就迟到了，咱们先读到这儿吧啊，然后回来再读啊。话我肯定也是这样说的，但是我可能在当下是有一定的很着急的情绪反映出来的，而他呢，他又在故事的当下，在沉浸在故事里头，不可能马上跳脱出来。我们很多时候真的就是对孩子可能有一个过高的期待啊，希望你说什么
他马上有一个反应。你想想看，推己及人，就说一下你自己，你能做到这一点吗？作为一个大人，你能做到这一点吗？我相信其实都是很难的，对不对？何况是一个孩子。但是当下我就希望他立马从这个书里出来，立马放下手里的书，然后我和他话一说完话音刚落，就是说啊，现在要上学去了，赶紧把书合上，我们赶紧出发了。然后我把他书紧接着就合上了，我没有给他任何思考的时间、反应的时间变白的时间。然后他一下子就生气了，因为他会觉得这个书他没有做书签，他不知道看到哪一页。因为说实话，漫画这个东西你也不知道看到哪一页，下回再找的话有点不方便，所以他直接生气了。一生气呢，我也不知道怎么会，今天早上有点情绪上有点低落，可能有点复杂吧，可能是脑子在想很多工作上的事情有点烦乱，所以我也生气了，我也直接开始跳进了这个情绪的漩涡里头，开始和他进行一个对抗。我并没有去看当下的问题，当下的问题其实很简单，就是我操之过急了，我并没有给他任何反应的时间，就甚至和我说一下，就说爸爸你让我做一个书签都没有。我一说完0.01秒之后，我把他的书就合上了。就是作为事件本身，事情本身就是这么一个样子，就是我做的很不对的一个地方。但是因为他有情绪了，他开始说了，他开始大喊了，就是大声的抗议我这个行为的时候，我马上跳到了情绪里头。我觉得他在情绪上对我进行攻击，他对我这个人进行攻击，甚至我在当下就说，你不要直接去说我说任何一个人都不喜欢被说，然后我就直接已经陷入这个状态里头。所以他还想说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其实并不想再和他纠缠下去。首先我知道这个上学的时间确实挺紧迫的，一会儿就真的就没有时间了，所以我希望在那一瞬间保持一点点理智，不要就陷入这个纠缠里头。另外一点就是在当下我确实也不想说很多东西，我想切断这个东西，这个东西让我已经很不舒服，所以我说那咱们先不要说了，先把脸一洗，因为他早上起来之后脸还没洗，牙还没刷，然后去做完，我自己在那冷静了一下。后来就是他也过来和我说，然后我也和他复盘，就讲了一下这个事情。但我其实还没聊到这个层面里头，就说其实我当下的一个状态。他和我说，他很主动的和我说，就是说爸爸，我希望就是下回就是你要在合上我书之前和我说一下，就是起码就做个书签。我觉得这样沟通方式是很好的。我也说一下我可能当下那个状态不是很好，我当时我在一定程度上又希望他也能继续理解我。我就说人有时候很容易被误解，对吧？我还给他举了一个例子，举了一个他在学校里被老师误解的例子。我这样做其实就是潜意识里我还是希望让自己心里能舒服一点，我不希望自己心里有一点点不舒服，我好像特别怕自己心里有一点点不舒服。我老婆曾经说过我，咱们从这个问题里跳出来，这个事情其实已经告一段落了，我大概知道了，其实就是我能不能真真正正的只是看到问题的本身，在当下问题是什么就是什么，不要陷入情绪这个漩涡里头，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地方。不要太害怕去面对一些情绪不好的情绪，哪怕让自己再陷入
这个不舒服的状态里多待一会儿都可以，但不要陷入情绪的漩涡里头，感觉所有人都在攻击你。我老婆就说我这个人其实有一个问题，一个缺点，一个做事情的方式，就是说话特别密。说话密是为什么呢？就是我不能给人一点点反应的时间。就是我说了什么，我希望别人要么立马就认同，或者立马就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式。我不喜欢那种有留白的这么一个状态，我不喜欢那个漫长的留白的这么一个时间，在这个时间里，可能不舒服的情绪它会在我心里不断的发酵，而且这种感觉我是希望越快过去越好的，所以这个往往会变成我一个在生活里非常大的一个困境的来源，特别是在关系里头。我想太快的逃离这些东西，太快的逃离这个状态，其实反倒是你越想逃离一个事情，你越逃不开，你陷得会越深。所以吵架的话，可能一开始的时候双方可能只是因为一些小事情，一个小火苗被点燃了，它其实并没有变成一个熊熊大火，但是因为可能我的态度就是我希望尽快逃离这个状态，我会用非常密集的输出给自己辩白，然后撇清自己的关系，就说这个和我没有关系，我不是这样做，我不是这样想的。那么对方可能就觉得你给我带来的感受就是这个样子，你为什么矢口否认呢？你为什么不能正视自己的内心呢？对，这其实是一个很大一个问题。我为什么不能正视自己的内心？我为什么那么害怕呢？可能这些东西你在回溯可能会有很多的这个成长方面的这个因素，但我不想只停留在那个状态下，我想真正的能去解决这个问题，真的就是停下来。就是我觉得可能为什么那么快的就需要去不断的高密度的输出，非常密集的输出，就是因为我不想承担一个责任。这个责任是什么呢？这个责任就是我是造成让对方不舒服的最主要的因素，我不喜欢被指责，我希望撇清这个关系，我希望快速的撇清这个关系，我不希望心理上有负担，我希望这些东西不是因为我的原因。所以在很多时候其实我的这个触手会非常多，我触手探出去，我会感觉好像很多事情都是针对我的，很多言语也是针对我的。我虽然不是一个特别内耗的人啊，我发现其实就是很敏感的去捕捉别人的这个情绪或者言语的一个状态的人，他最终的方式有两种，一种呢就是非常的内耗。内耗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就是会觉得别人在说我的不对了这个好像确实是我的不对，我没做好，确实是我不行，然后对自我进行不断的贬低，然后对自我认同感越来越差，然后认为所有的责任都是自己的，这是敏感的一个状态得到一个反应。另外一种反应就像我这个样子，他在攻击我了，他在说我了，他让我不舒服了，那我要反击啊，我不能让这个事情发生啊，我不可能是错的呀，凭什么都是我的错？我不能让自己不舒服，所以我就开始反击。我在那个瞬间，我这个反击的这个机制就开启了。
我甚至有时候这个反击的制度是暗戳戳的，我自己都没有感受到的，是一种反击。但是让对方可以非常强烈的感受到，非常直接的感受到。其实我觉得真的，人生在世啊，真的，有时候我们人好像过高的估计了自己，以为我们人是整个不要说我们人啊，以为我们自己是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一个非常独特的存在。有些人可能反驳了，老师，我觉得我就是一个独特的存在。对，我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一个独特的存在，但是我们也是一个非常渺小的存在。没有人那么在乎你的，没有人那么多话都是针对你的。就像你自己，你可以感受得到啊，这个世界是围着我转的，世界上的所有事情都是以我为中心散发出去的，对吧？你是这样想的，其实别人也是这样想的呀。别人的世界里也是他为支点，他为中心构建的这么一个世界。你要用唯心主义的这么一个观点去看，就是我就是世界的中心，对不对？本来就是，所以不用去想那么多，别人没有那么在乎你的，别人没有那么多行为都是针对你的。我说实话，就算再跳到另外一点，就算哪怕这个话别人是真的是针对你的，就是你的一些方式让别人真的不舒服了，他说你了，能怎么样？说你了，你没做好，你主动承认错误呀，然后你吸取经验教训了，下回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就 OK 了呀。你为什么要矢口否认？为什么一定要想的就是我需要尽快的去掐灭这个东西呢？为什么不愿意让自己在这个状态里稍微哪怕只是多待那么一会儿呢？这到底有多难受？不至于。我们很多时候会夸大一些感受带给我们心上的一个压力，明明只是一个小小的一个动物，我们非把它想象成一个巨兽，我们可能只是看到它火光把它的影子投射到墙上，像是一个张牙舞爪的怪兽一样，其实它真的只是一个特别小的，像老鼠那么小的一个小动物而已。所以其实所有东西都是在人心上，我们给自己的心，我觉得构建了一堵墙吧。对，这堵墙它其实真的可以让我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我们只是在这个墙里安心的待着。我觉得很多时候应该拆掉这个墙，去真正的去看到事情，就事论事，事情做对了就是做对了，做错了就是做错了，没有关系。做错了很简单，道歉，真诚的道歉，然后发现对方对你有冤枉也可以，冤枉了你也可以去沟通，去商量，去说，但是不要让自己陷入一种情绪的这个争斗里头，不要陷入一种言语上的攻击里头，这个对谁也没有好处。在关系里头其实往往就是这个样子。而关系这个东西呢，说实话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事情。我们生而为人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关系，就是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你不可能自绝于整个社会，自绝于整个人类的。就算现在 AI 时代到来了，我相信人和人之间这个关系感情才是最为重要的东西，才是最为珍贵的东西，才是历久弥新的东西，才是永远不会被替代的东西。那么怎么让这种关系成为你生活的
养分，而不是毒药呢？真的，这个是我们应该去好好思考的问题。好了，我今天说完说完，我心情突然舒坦了，我也知道自己该怎么办了。我这个心里一些在当时郁结的一些东西，突然之间疏解掉了。其实我觉得可能大家不舒服的时候，何妨对不对？跳出来，抽离一下，离开那个空间，像我一样自言自语也可以，在脑子中自言自语也可以，慢慢把这个东西给消化掉，然后真正做到就事论事的去看这个问题。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能让你的所有关系慢慢变好的一个很有用的一个方法吧。好了，那么咱们今天到这儿，再见喽。